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咽喉味厨房。以后买回来的芋头再也不要直接炒着吃了，学会这样蒸一蒸，上桌比肉丸子还要好吃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大一点的芋头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再削掉外皮。这种大芋头我们这边也叫香芋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、淀粉以及各种微量元素，平常可以用来炒着吃或者是蒸着吃，都非常的美味。把外皮全部削干净，然后再从中间对半切开。首先我们从香芋的侧面切上一刀，切出一个平面，这样就不容易滚动。接下来再切成厚薄均匀的片，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约在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。最后全部切成均匀的小条。香芋丝我们千万不能切太细，不然的话吃起来口感不好。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腌制一下，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下手抓拌均匀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腌制出香芋里面的水分，大约抓拌1分钟左右，使香芋丝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食盐，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。香芋要好吃，配菜也非常的关键。准备2根清洗干净的腊肠，首先把腊肠切成小条。如果不喜欢吃腊肠的，也可以用肉肠来替代。接着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小丁。这里我们尽可能的切小一些，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这是我提前2个小时浸泡好的香菇，我们把香菇稍微的清洗一下，去掉表面的灰尘，然后再用力拧干水分。今天的香菇我们要切小一些，这样方便入味。香菇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不仅可以增加菜品的香味，同时还可以增加营养。没有干香菇的，也可以用新鲜香菇来替代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香菇末。有料理机的，也可以用料理机来完成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接着起锅，加入少许的花生油，然后把切好的腊肠全部倒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把腊肠里面的油脂炒出来，炒出香味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小火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烧糊。接下来把香菇丁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香菇炒出香味。接下来加入少许的葱花，炒出香葱味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的香芋丝也已经腌制好了，这里我们就不要清洗，把炒好的香菇和香肠全部倒在碗中。用筷子充分的翻拌均匀，使香芋丝和配菜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充分的搅拌均匀以后，我们再往里面加入50克左右的木薯淀粉，这里我们一定要是木薯淀粉哦。再次用筷子充分的翻拌均匀，用筷子充分的翻拌均匀，使香芋丝的表面都能够裹上淀粉。大约搅拌2分钟左右，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干湿度就可以。用我洗净的小手揪上一小坨，
放在手掌心，像视频中这样搓成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丸子。丸子我们也不需要做太大，那样的话很难蒸熟。没有看清楚的，我们再示范一个，就上一小块放在手心，用力的抓一抓，抓成视频中这样的小丸子就可以了。我们要用力抓紧一些，这样在蒸制的时候就不容易散开来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把所有的食材做成视频中这样的生坯，放在准备好的盘中，一次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，放在冰箱冷冻起来。接下来准备一个蒸锅，把水烧开，把准备好的丸子放在蒸锅里面，靠上锅盖，大约蒸25分钟左右。香芋本身是生的，我们要稍微的多蒸一会儿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打开锅盖看一下，一股香芋的清香味和腊肠的香味扑鼻而来，闻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加入切好的葱花，点缀一下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香芋丸子就这样做好了。里面加了腊肠和香菇，不仅增加了营养，同时丰富了口感。稍微总结一下，腌制过后的香芋我们不要清洗，炒料汁的时候我们不要加食盐，因为腊肠里面有盐味，而且芋头里面的盐味也比较重。喜欢吃辣椒的，我们可以蘸上一些辣椒酱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收藏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